美国陆军近日宣布，通过新开发的台风中程导弹武器系统，已经成功发射了陆基版本的战斧巡弋飞弹，加上今年早些时候成功试射的 RM-174标准6型飞弹，代表着美国陆军今后将拥有更多的远程战术攻击手段，也将填补精确打击导弹和远程高超音速武器系统射程的空白。但这套武器系统其实就是简单的拖车加装 MK41垂直发射系统，能发射战斧导弹，也能发射标准6导弹。本期我们就来看看这套 MK41垂发上路用拖车拉着跑的新武器系统。台风武器系统是洛马公司为美国陆军研制的一种陆基机动式中程多用途导弹武器系统，其旨在满足未来美国陆军对远程精确火力打击能力的需求。1987年，在美俄中导条约签署后，潘兴2等中程弹道导弹的销毁，导致美国陆军在之后的30多年里一直缺乏有效的500到5000公里对陆打击手段。然而，自2019年8月2日正式退出中导条约后，美国陆军就抓住机会，2020年一口气拿出了中短期和长期的2套中程导弹技术路线图，其中中短期计划就包括499公里的精确打击导弹、中程打击能力计划以及2900公里射程的远程高超音速武器系统。本次所说的台风中程导弹武器系统就是 MRC 计划的产物。2020年7月 ，MRC 计划开始进行。同年11月6日，美国陆军与洛马公司签订价值3.39319亿美元合同，要求在2023年12月31日前研制出 MRC 系统。美国陆军为了尽快获得500到1600公里打击武器，甚至同意套用现成武器进行研制。最终在2022年12月5日，洛马公司将美海军用的 MK41垂直发射系统搬上了陆地，成功向美国陆军交付了首批4套 MRC 武器系统原型。MRC 也称台风，目前已成功试射了战斧巡航导弹和标准6防空导弹改成的弹道导弹，这说明该系统已具有全面作战能力。那该系统是如何增强美国陆军远程精确火力打击能力的？整套台风中程导弹武器系统由4辆机动式发射车、1辆 M915A5 牵引车牵引的导弹装填车、1辆系统指挥车以及1辆基于悍马的布设卫星通讯天线的 BOC 支援车共同组成。其中机动发射车也称之为有效载荷部署系统，是由美国海军去年验证过的 MK70 MUD 1远征发射系统和 M983A4 牵引车座载车共同组成。M983A4 牵引车属于 HMTT 重型高机动战术卡车家族，车辆全长 9.119 米，宽 2.438 米，高 2.997 米，空车重 16.964 吨，全重 39.009 吨，带装甲驾驶室 41.957 吨，加拖车总重 68.492 吨，最大速度100公里每小时，续航里程483公里。但是交付海军陆战队的早期型用的是MTVR MK31 重卡，而其上所配备的陆基集装箱式通用垂直发射装置是基于 MK41 通用垂直发射装置的技术改进而来，安装有4个带盖板的发射筒，每个装置内共可携带4枚陆基战斧式巡航导弹或标准6导弹。基本模块分为 6.76 米的战术型、7.6 米的打击型，在运输时会收纳进集装箱内，而且在后续开发中，该发射装置也将发射更多的集装箱导弹，如 LRASM 标准3型、进化海麻雀和反潜鱼雷等神盾舰上的各种武器。那台风中程导弹武器系统已完成测试发射的战斧与标准6导弹各有什么特点呢？战斧导弹是美国的一型通用多用途巡航导弹，同样是自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至今已发展到了 Block V 型。战斧导弹是一种全天候亚音速巡航导弹，该导弹的特点是飞得低、射程远，还具有一定的隐身能力。
不仅突防能力和生存能力强，而且损伤效果极佳，通用性非常的大，可被用于各种平台发射，在国际上拥有很强的震慑力。在美军参加的历次战争中，几乎都能看到战斧升空的画面。它在战争中最突出的优势在于无需人员操控，它就像一架无人机，可以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引导下，以 0.8 马赫的高压音速打击2000公里以外的目标，并且在实现精确打击的同时，是美军战场的零伤亡的重要保障。比如在海湾战争期间，美军总计发射297枚战斧巡航导弹，其中282枚发射成功，6枚发射失败到了海里，而被拦截的就更屈指可数了。其中的80%的战斧导弹被用于战争初期打击敌人的关键目标，以及破坏指挥和防空系统，命中率达到了85%。当时的伊拉克军队在没有任何察觉的情况下，就遭到了战斧导弹的重创。这种精确度堪比外科手术的远程打击，无不令人震撼。火力军估计，不只是伊拉克军队，任何一国的军队在开战前被来一波战斧齐射，估计都不好受。在改进升级方面，战斧导弹目前已有 Block 1、Block 2、Block 3、Block 4以及最新的 Block 5种型号。它们是美军新一代中程导弹的发展和装备计划中的主力装备。那么，最新的战斧 Block 5战斗力如何呢？事实上，美军在 Block 3的时候就进一步改进了战区任务规划性能，使得该导弹从任务下达到打击目标的时间缩短到了24小时以内。Block 4也可以通过融入网络中心战，大幅度提高了该导弹的智能化水平。而最新的 Block 5则在4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了导弹的飞行中锁定目标能力。简单的说，就是 Block 5型使用了 Block 4上大量的成熟技术，不仅节约了成本，而且还换用了更先进的弹载制导设备和数据链，提高了导弹命中精度和抗干扰能力。Block 5的主要动力装置为一台固体火箭助推器和一台小型涡扇发动机，最大射程为1852公里，飞行时速为 0.72 马赫，巡航飞行高度为10到250米，采用复合制导体方式，配合上双向数据链，能够实现在飞行途中临时改变打击目标，且对目标的命中精度达到了 7.62 米的水平。另外 Block 5的气动外形也进行了一定的隐身优化，使得该导弹也具备了一定的低可探测性。而为了进一步提高 Block 5的多用途能力，增强其使用灵活性，美军还承诺说，之后还会拥有 Block 5A 和 Block 5B 2个改进型，其中 Block 5A 是专门用于打击水面舰艇目标的。该导弹使用了新的半穿甲战斗部，并将末制导方式由红外制导改成了雷达制导，强化了对水面舰艇的搜索和锁定能力。而 Block 5B 则配备有新一代的联合多效战斗部，强化了导弹对不同种类地面目标的打击效能。相当于今后的 Block 5不仅可以从水面舰艇发射或潜艇上发射，也能使用陆基发射平台发射，不仅能装备给美国海军，也能装备给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使用。如美国雷神公司在2022年5月24日获得了一份价值 2.17 亿美元的合同，专门用于为美军制造154枚战斧 Block 5巡航导弹。而且根据美国海军2023财年预算计划，在2023到2027财年间，美国海军还将购买165枚战斧 Block 5巡航导弹，预计会在2025年前投入使用。总的来说，尽管现今各类新概念、新型号远程武器层出不穷，但战斧导弹随着美国军工科技的发展，也在持续改进和不断适应新的战场环境需求，至今仍然是最先进、最成熟的巡航导弹。该导弹在武器阶的地位依旧无法被撼动，而且成本又得到了大幅度降低，因此该导弹仍然是美军作为进攻作战中的首选武器。标准6要说有啥特点，那就是它是一枚可反舰的防空导弹。标准系列的导弹最初是用于防空和末端反导作战的，但随着近年来威胁的多样化，就逐渐被赋予了反舰任务。实际上，防空导弹兼职反舰任务并不罕见，如1988年美国和伊朗在波斯湾爆发海上冲突，美军就曾使用标准1导弹击沉伊朗导弹艇，而这习惯就一直保留到了标准6这位新成员上。标准6导弹在设计上采用诸多成熟技术，包括标准2 Block 4的弹体和固体火箭发动机，以及 AIM-120 的主动雷达导引头等。
这种做法不仅缩短了研发周期，还节省了研发费用，导弹可靠性也有所提升。总体看上去，标准6导弹长6.5米，翼展1.08米，最大作战距离370公里，飞行速度为3.5马赫，采用复合制导方式，且拥有嵌入式自检测系统，能节省维护费用。而今在整套台风中程导弹武器系统的帮助下，可以更好地实现对战机、反舰导弹的超视距拦截。加上标准6采用的是高抛弹道，当导弹在俯冲时，在重力的作用下，速度会越来越快，大幅提升了末端突防能力。对手想要拦截并不容易。当然，歼直反舰的烦恼就是其弹头太小。该导弹战斗部重115公斤，与动辄上百千克的反舰导弹相比，打击威力明显不足。当然，标准6速度快，一枚不行，那就2枚、3枚一起上，同样可使战舰失去战斗力。就反舰能力相比，标准6早已超越了鱼叉反舰导弹。虽然鱼叉反舰导弹的战斗部重量超过标准6导弹，但飞行速度较慢，射程较短，很容易就被拦截。只不过标准6的单价高达500万美元，是鱼叉的3倍多，且生产速度较慢，年产量不超过130枚，所以非大国一般都消耗不起。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标准6的加入将为美海军反舰作战带来更多的选择，扩大美军舰艇的打击范围。首先，美军自退出中导条约后，美军现有陆军战术飞弹系统的射程已从原本的128公里逐渐延伸到300公里以外。下一代的 PRSM 导弹射程将会在500到1000公里，暗鹰则为2775公里，加上上面提到的标准6型飞弹，最大射程为240公里。战斧巡弋飞弹依照型号不同，射程则在1300到2500公里之间。因此，当台风中程导弹武器系统正式服役后，美国陆军未来将可组成由 PRSM 标准6型战斧与暗鹰飞弹的打击网，涵盖70到3000公里的攻击范围，也为陆军未来面对西太平洋的挑战提供有力的反制能力。这里火力军额外提一下暗鹰极音速飞弹是怎么回事。美军的远程极音速武器和常规快速打击武器是美国陆军与海军共同开发的极音速武器项目。美海军是将 CSP 配备在朱瓦特级飞弹驱逐舰以及维尼亚级攻击核潜艇上，美陆军则将 LRHW 放在双联装飞弹发射车上使用。LRHW 和 CSP 是由洛马与 Dynetics 两家公司于2010年代初期联手研发。Dynetics 负责 CHGB 弹体开发，洛马则负责开发推进系统以及最后飞弹组装测试。最终，美陆军在完成相关测试后，于2021年8月正式将 LRHW 项目命名为暗鹰。暗鹰的弹体重量约7400公斤，直径约88公分，最高时速5马赫，最大射程2775公里。使用双联装发射车，可让陆军快速部署并躲避反制火力。将来一个炮兵连会装备4辆发射车，共8枚飞弹，以及一组连部作战中心。所有装备都可使用 C-130运送，方便陆军将飞弹部署在离前线最近的野战机场。美国陆军表示有信心2023年全面部署暗鹰飞弹。回到台风中程导弹武器系统的应用，美海军陆战队作战发展司令部有人员透露，美海军陆战队已经于2023年初组建了新的远程导弹连，这是其第一支将配备地面发射战斧巡航导弹的部队，驻地为加利福尼亚州彭德尔顿营的陆战11团 A 连。所以台风中程导弹系统列装的可能性非常大，其目标是拥有一个配备地面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的全面作战营，包括3个远程导弹连，并在2030年前全面形成作战能力。最后，美军的3大军种也将加强合作，在火力控制、导弹发射器以及导弹3个方面共享使用。比如，台风中程导弹系统的指挥车就能把该系统连接到各军不同的火控网络中，如先进野战炮兵战术数据系统、联合自动化纵深作战协调系统以及综合作战指挥系统等，又或是与宙斯盾作战系统连续起来，在增强网络能力的同时，增强各军种的打击力度。
同时，为了满足美军快速部署战略，台风中程导弹武器系统可以选择将头、身分开，由 C-130进行运输，也可以由 C-130J-30整体运输。C-130J-30是超级大力神运输机，其结构与标准型的 C-130J 大致相同，但机身较标准型延长了 4.57 米，并拥有更大的货箱空间与最大容许承载重量。总之，在短短2年多的时间里，台风中程导弹武器系统能从一张白纸迅速发展到如今即将列装的新武器。它在未来绝对是美国陆军多域作战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陆军的中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将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好了，关于美军的中程打击能力系统，大家还有什么想补充的，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